学啊，然后我就会很快乐啊。你告诉我哪里做错，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你教我。这是台湾电影《谁先爱上他》的剧中刘三连在对丈夫宋正远性诱惑不成，含泪自责的一句台词，同时也揭开了同妻悲惨的遭遇。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叫宋正远的同性恋者，只因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而欺骗女孩刘三连结婚。结婚后，宋正远顺理成章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大事，便渐渐与妻子疏远。片中有一场戏，夫妻两人久别再见，刘三连卑微取悦丈夫的画面，让人看了心生怜悯。一天，刘三连回到家中，看到久未回家的丈夫，便想用同事教的计谋勾引丈夫。她先是一脸笑意迎向丈夫，紧接着扑到对方的背上，并强迫其转身，随后开始迫不及待地解开丈夫的衬衣扣子。尽管此时宋正远一次次地推开她，她却从未放弃，甚至还跪地准备做进一步的挑逗。刘三连毫无尊严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宋正远，并大声地吼道：“我是同性恋者，只喜欢男人。”让人更加悲凉的是，听到宋正远表露身份时，刘三连却陷入“我哪里做错，和你有没有爱过我”的执念中。没有一点爱不，一点点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还有更大的痛苦等待着他。宋正远身患绝症，在最后所剩无几的日子里，选择回去和他的爱人一起生活。过世后，他的保险赔偿金也留给爱人，甚至儿子为了查找真相，也搬去和父亲的恋人住在一起。一无所有的刘三连只能求助心理医生，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变成坏女人的模样。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，正是丈夫宋正远。为了一己私欲，欺骗刘三连的感情，让其成为这场婚姻的牺牲者，而他自己则享受了人间真爱，又有子孙延绵，真是可恶至极。然而，戏剧的结局总是充满希望的。最终，刘三连谅解了丈夫的爱人，从执念中走了出来。可是现实生活中，太多同妻却困在原地，遭受着痛苦折磨，甚至有的被迫跳楼结束生命。前段时间，31岁川大女教师罗红玲在读博士前，从家中13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，其原因就是被丈夫欺骗。成为同妻，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欺骗结束生命。2007年，罗红玲大学毕业，回到四川大学教书，同时还继续攻读本校的博士学位。一次高中同学聚会，她认识了丈夫程建生。程建生出身贫寒，从小家庭不幸，是姐姐一手拉扯大的。程建生的身世令罗红玲心生同情，几次见面后，两人就确立了恋人关系。恋爱中，程建生对罗红玲知冷知热，宠爱有加，懂分寸不越界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。这让罗红玲一度认为找到了真爱。半年后，两人便步入婚姻殿堂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结婚没多久，程建生就原形毕露，总是找借口不愿回家，也不愿行夫妻之事。即便罗红玲用微薄的收入支撑两个人的生活，购买昂贵的手机送给丈夫，极尽讨好也没太大改变。这令罗红玲疑惑不已，难道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吗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罗红玲在患得患失中受尽了折磨，直到2011年5月20日那天才得知真相。事发当天是我爱你情人节，罗红玲准备了烛光晚餐，希望与爱人共度春宵。没想到偶然间发现了丈夫手机上大尺度的聊天记录和照片。此时她才知道，丈夫竟然是一名性取向问题者，而自己是一名不被爱的同妻。丈夫的虚情假意只是骗婚的一个幌子。恼羞成怒的罗红玲立马提出和丈夫离婚。很快两人办完离婚手续。离婚后，罗红玲在网上痛恨地斥责道：“你本可以放我一条生路，为何将我拖入泥潭？”此事件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。不得已，程建生出面上网道歉，同时一些不堪入目的细节也被公之于众，尤其是在家里还与其他男人进行不可描述之事。承受不住丈夫背叛打击的罗红玲，最终在次日清晨跳楼结束自己年轻而又绚烂的生命。更令人悲愤的是，罗红玲跳楼后
其年迈的父母想为女儿讨回公道，将程建生骗婚的事实告上法庭。最终因罗红林自杀行为属个人行为，与他人无关。同时，程建生因与同性发生关系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婚内出轨规定，而不予定罪。也就是说，程建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罗红林的悲剧是中国上千万同妻的缩影，他们无辜地成为受害者，在婚姻中不仅承受着无爱的痛苦，甚至还有家暴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。他们的一生注定在爱与恨的交织中堕入无尽的深渊，成为婚姻的受害者和牺牲者。然而，这一切的原罪并非性取向问题者，而是那些为了保护自己的真爱而掠夺他人真爱的骗婚者。对于这群自私的骗婚者，唯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才足以平息伤者的痛。